宝光师叔，多谢师叔成全。啊，师弟，师弟，这是谁干的？这谁干的？云明，云慧为什么会死在你的床上？师父，昨天师弟为三德大师安排禅房，结果就安排在他自己的房间里，于是师弟就搬来我的房间与我一同住。玄真，你个老糊涂，养了一个狼羔子你也不自知，让云明把你骗得团团转，你还蒙在鼓里，真是可悲可叹。拿下！和尚和尚，两眼无光，不识先佞，慧眼蒙霜，三德告辞了。志宇，跟我进来。派出戒律堂高手追捕三德，同时指挥北少林戒律堂。三德武功高强，戒律堂每组高手不得少于3人，同时也不得分散。是。将云慧好好葬了。功夫不错，关键在心。大师，您怎么又回来了？戒律堂还在抓你呢。嘿嘿，我三德和尚被人抓，也不是1天2天了，习惯了。云慧师弟绝不是大师所害，可是大师为什么不辩驳呢？我又没有证据，再说我又会借子须弥掌，我总不至于对着玄真这个老糊涂说：“老家伙，你也会借子须弥掌？这人该不是你杀的吧？”亏得大师还在开玩笑。那既然云明师兄不会，还有什么人会呢？这功夫啊，出自北少林。在北少林会这功夫的总有7、8个人吧，但他们没有理由千里迢迢的从北少林跑到南少林来杀死云慧这个小和尚吗？他连武功都不会。大师为什么对云明师兄？此人我已经盯了他近6年，可至今还未让我发现他的半点破绽，足可以见他这个人心思深沉，深不可测。不过百密必有一疏，我曾在他的房间里发现过一些没有烧干净的碎纸片，上面有一些奇怪的文字。多年来我一直在找人破译，可至今还未破译出来。如果真像云明所说，他8岁进了少林寺，跟了玄真大师，20多年未曾离开过少林寺半步的话，那他上哪儿去学这些诡谲的伎俩呢？那会不会是梵文呢？呸！难道三德我连梵文都认不出吗？师放肆了，大师恕罪。此次他由北少林来到南少林，
分明是心怀鬼胎，来者不善。他一定是有所求，或是有所图才来的。出了这件事儿以后，我更可以确定，他一定有什么巨大的阴谋。我也一直在寻找有关的线索。至于啊，此次争夺南少林36房住持之位，只许胜利，不许失败。世玉尽力而为。石玉啊，你可知道我为什么要传授你武功吗？弟子不知。因为当时玄卑大师在临终之前，曾经找过你。大师，正是。当年玄卑大师把我逐出南少林，为的就是让我保护这批宝藏。大师原来是……不错，当年我和玄卑大师定计，假意把我逐出少林，实际是要我在寺外接应，更加方便行事，所以也算你我有缘呐。各位，今天是我泉州少林选拔36房住持的一次比武。今天只为切磋武功，不纯为争所谓的胜负。何况云明与方世玉皆为本寺杰出的弟子，任何一方有所伤害，老衲皆不忍看到。所以，为了公平起见，从现在开始，你二人调换武功。云明用南少林的功夫，而方世玉用北少林的功夫。若使用本身的功夫，就是胜了，也算败了。这样就破了南北少林到底谁高谁低的窘境，同时也未取南北少林为一家之意。比武开始。师兄，请。师弟请。阿弥陀佛。第一回合，方世玉胜。我输了。第二回合，云明胜。气定神接脸，心诚茂义功。我宣布，方世玉胜。师
师傅，我想问一下，三德师傅在不在？三德，他倒是我们少林寺的人啊。我有急事要见他。可是他现在不在啊。请问他去哪儿了？哦，三德师傅，因为杀害了从北少林过来的云慧小师傅，所以已经逃走了。现在全寺上下也在派人追他呢。怎么会这样？啊！方世玉，我有急事求你帮忙。你怎么在这儿？曹操现在就在这儿，已经病入膏肓，我实在没有办法了。你知道三德师傅在哪儿吗？他遭人诬陷，被赶出少林寺了，我也不知他的去向。完了完了，没有三德师傅，没有易筋经，看来老爹活不过今天了。易筋经？你会吗？三德师傅教过我一些，但我天资鲁钝，还没学会。你拉我去也没用啊！哎呀，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快跟我走。哦。快点快点！可我还没学全呢。老爹，我找到人了，你懂多少就用多少吧。老爹，找到了。好。足趾挂地，两手平开，心平气静，目瞪口呆。喂，你不用这么紧张。你耍了这么久，怎么还没开始啊？赶快吧，快点！我只学到这儿。什么？哪有学功夫只学到一半的？实在是对不起，吕姑娘。对不起有什么用啊？我又找不到三德师傅在哪儿。找到三德师傅，就可以救曹先生了吗？找三德是唯一的一个办法了。本来黄笑侠都已经答应救我老爹了，只可惜。可惜什么？可惜黄大侠被一个和尚杀了，就是那个云明。云明师兄。什么？我兄弟他怎么了？你怎么在这儿？你就是三德师傅。快说，我兄弟他到底怎么了？本来我们已经找到了黄大侠，可是黄大侠被云明给害了。什么？他奶奶的！好你个云明啊！这次咱俩又多了一笔新债。我三德若不早日找出你的破绽，我对不起我的兄弟。三德师傅，我老爹他中了风云四毒的暗器，你可不可以帮他治疗？我看看。是的，没错，他是中了那4个王八蛋的毒，看来只能用我的易筋经了。三德师傅，这里人多嘴杂，换个安全的地方吧。说的也是，我们快走。好。三德师傅，怎么样啊？好奇怪啊，他的经络不通，好像不仅仅只是中了一种毒。是啊，他服用了一种叫做佛座小红莲的解毒药。我说呢，他的经脉时断时续，看来情况不妙啊。三德师傅，有办法吗？嘿嘿，这次啊，你们俩算是找对人了。多谢三德师傅。你先别急着谢我，我话还没说完呢。要说治他体内的毒本不在话下，只是这老头本身武功也还马马虎虎。那不是更好吗？坏就坏在他懂些武功，这反倒变得更麻烦了。你想想，他肚子里除了那个毒鸡梨的毒物，还有什么佛座小红莲什么乱七八糟的，再加上他又会些武功，这下全乱套了。那怎么办呢？你让我想想办法。看来要解他体内之毒，只能用西域之花了。只是这西域之花此时也不在我身边呢。在哪里呀？远倒是不远，在南少林的后山上，我专门种了几株，想必这个时节，也正是开花的时候。那我现在就去找。嘿嘿，小子，我说这老头他又不是你的亲爹，我怎么看着你比这个丫头还着急呢？是不是啊？不是的，我跟吕姑娘会有些渊源，所以……别解释了，去吧。我跟你一块儿去。好，去吧去吧，你们俩路上还能谈情说爱。不过记住了，一定要早点回来，要不然这老头就没命了。哎，等一下。我说你们俩急着谈情说爱，也不问问这西域之花长得什么模样，怎么找啊？
这西域之花，色彩应该是七彩斑斓，每株就开一朵花。你们俩记住了？哦，走。哎，你看那株会不会就是西域之花呢？应该是啊。怎么把它拿上来啊？用这腰带把它卷上来。让我来。小心。上去啊！吕四娘，我们终于找到你了。不要轻举妄动，看清形势再说。方世玉，皇上要你捉拿钦犯，你却跟钦犯走在一起，窝藏钦犯的罪名，你担当得起吗？三位大人想必误会，方某正要押解钦犯上京呢。哼，姓方的，别装蒜了，你养得像押解钦犯的吗？方兄弟，既然钦犯已经擒获，你既功德圆满，押犯上京一事就由咱们代劳吧。那一切功劳岂不落在你们身上？方某虽不好名利，但也得向皇上有交代。既然如此，只好得罪了。啊！你进去，我顶着，剑就用一下。小心一点呢。方世玉这臭小子，都去了半天，怎么还不回来？我说老头儿，你那个闺女跟那个臭小子风流快活去了，他们呢不管你了。老朽我能成全他们两个，也不是是件好事啊。老头儿，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开玩笑，连自己的老命都不想要了？那还能怎么样呢？咱的师傅是这个吗？是，没错了。你们怎么找这么一朵花去了那么久？是不是跟那个臭小子风流快活去了？别开玩笑了，大师。方世玉呢？他和三个大内侍卫斗得正欢呢，救人要紧，那三个人会随时杀进来的。嘿嘿，放心吧，那个臭小子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老爹，感觉怎么样啊？毒全都逼出来了，好舒服。咱的师傅多谢了。你用不着谢我，要是因为方世玉，我不会救他的。这贼和尚！哎，我说傻小子，今天你把他们放走了，恐怕你以后再永无宁日了。总不能杀了他们吧？小心！毒碱说的也是啊，即使有什么，也是你们小两口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哦，对了，你们这一老一嫩有什么打算？他毒伤出狱，不宜操劳走动，更不要说与人动手打架。我们想马上离开这儿了。他们肯定会去而复返，不如你们到少林寺后山避一避。我想谁料不到会有此一招。你不怕我们连累你吗？连累都连累过了，算不了什么。你们就继续打情骂俏吧，我得喝酒去了。老爹，你能走动吗？没问题，走走吧。不能杀他。温大人，看来你们是存心对付方某了。师兄弟，我要是不把你引到这儿来，吕四娘就不会出现。可我已经把他给放了，你想他还会来吗？随便你怎么说吧。为了找到吕四娘，就只有委屈你了。云明师兄，你也是为了吕四娘来的吗？哼，你不是很想知道我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吗？可惜，你办不到了。你想，吕四娘出现之后，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吗？哼，没有。兄弟们，帮我好好招呼我的世玉师弟。是。
要比耶尔根他们早一步抓到吕思阳，否则功劳便全落在他们的身上。只要解决了方世玉，南少林的宝藏就归我了。抓不到他，我们难以向皇上复命。知玉兄弟，你们是跑不掉的，还是乖乖的投降吧。你妄想啊！谁敢欺负我爹，我跟他拼了！金师傅，快找我做人质啊！哎，别，他是我儿子！别过来！过来的话，我就杀了你的宝贝儿子！大家都别动，是我儿子！别过来！别过来啊！别管我，快走！师妹，快走！都别过来！快走！别动，都别动！走开！都别动！他是我儿子呀！都别动，不要动啊！别动，都不要动！快点火！走！开门！快开门！哎呦！来，大夫，我不是大夫，找药，快给他找药啊！快去呀！哦，石玉，你没事吧？师妹，找到了。师妹，他伤得很重，恐怕已经……你说什么？要不是你，他会伤成这个样子，还好意思说呢？你走开啊！走开啊！姐姐师傅，他说的没错，你们走吧，不要管我。你不要乱说，快吃药。淘淘，姐姐师傅，好冷。坚持下去啊，你不会有事的啊！吃个药就没事了。姐姐师傅，我真的要死了。不会的，不会的。你不记得师父曾经跟你说过吗？好人是不会死的，你是好人，所以你不会死的。姐姐师傅，我不想离开你，可是，我有一个请求，你一定要答应我。你说什么，师父都会答应你的。不要伤害我爹，他想害方世玉，也是被逼无奈。其实他心眼挺好的。姐姐师傅，你能答应我吗？你先歇着，别说话了。再不说，恐怕就没机会说。不会的，振作点儿。方大侠，你真是英雄好汉，和姐姐师傅挺般配的。我能拉一下方大侠的手吗？
师傅，方大侠，有一天你们俩结成夫妻的时候，一定要告诉九泉之下的小涛涛。不会的，你不会死的。你看着点，撑着点。金田师傅，我还有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能抱我一下吗？小涛涛，小涛涛，文涛，小涛涛，小涛涛。都是你干的好事，如果不是你，文涛也不会死的。我怎么？我说的不对吗？如果不是你一掌把他推出去，他会中掌吗？文涛是给你害死的，你就是杀人凶手。你说够了没有？啊！要不是我出手相助，你们早已经给姓温的抓起来了。我怎么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当时的情况有多乱，你不是没看到。我是推了他一把，那全是因为救大家。你现在倒好，反倒怪起我来了。你四娘，那我还应该跟你说一声谢谢了。哼，当然了。白太官，事到今日，我终于认清你了。逛窑子找妓女，碰上师妹有难，还会出手相救，好，非常好。我逛窑子还不全是因为你？你知不知道我找了你多久啊？我对你的情谊，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个奉命抓你的朝廷鹰犬，你还跟他郎情妾意，自动献身。师妹，你现在是越来越水性杨花了。你，白太官，你侮辱我可以，不能侮辱吕姑娘。你给我闭嘴！我和我师妹说话，关你什么事？你走，你现在就走，我不想再看到你。走就走，哼！你这是何苦？难道我还要谢谢他吗？你的伤怎么样了？我没事。这些日子你去哪儿了？本来想待在总督府里避下风头，没想到会收了温涛这个徒弟。不要说我了，说说你吧。我已经跟乾隆见过面了，也说服了他。可是他有个条件，就是要你从此归隐，不再露面。是吗？你会答应吗？你还记得南少林的那个后山吗？你不是也说过，你也想归隐山林吗？想是想过，可是什么？俗物缠身，恐怕没这个机会了。我可以等你。吕姑娘，你不是叫我四娘的吗？我想，难道我这样说还不够清楚吗？不，只是你根本在骗我。没有。有。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乾隆根本没有答应过任何事。你担负着对南少林的义，还担负着对我的。其实你没必要骗我。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共同面对呢？我们是萍水相逢，不错。
是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可是，讲到另一个方面，可能你误会了。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是好感。你看着我，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是真心的，那你只要说一声是，就可以走了。是，我可以走了。请你。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吗？你为什么不敢看着我？如果你刚才说的这些话都是真心的，那你只要说一声是，就可以走了。温大人，请节哀顺变。本官很明白大人现在的心情，大家都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可是，归根究底，我们也是难辞其咎。总督大人，对不起。其实，罪魁祸首是那个云明，要不是他不顾令公子的死活，贸然出手，令公子根本不会死。哎，是啊，温大人，这步棋啊，你可真是走错了。要是没那个和尚，我敢担保，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滚！你们都给我滚！总督大人，大人，错不在我们呢。要是再说一句，我让你命丧黄泉！既然如此，我们告辞了。夫人怎么样？恐怕不行了。啊！夫人，夫人，夫人！老爷，哎，妾身知道自己活不成。不！别说傻话！你会好的，会好的。临去之前，希望老爷能答应妾身
将我们的孩子好好养育成人，记住，千万别让他吃苦受累。老爷，能答应我吗？我能，皇城。真是没用！再来，再来！爹！你怎么就那么笨呢，儿子？啊！教练你没有10遍，也有8遍了！再来！哎，气死我了！不教了。爹。爹，不生气了好不好啊？不生气才怪呢！生气啊！爹，还是比人家笨了一点，可还是有恒心啊！10遍不行，11遍，12遍，我相信我肯定会学好的。爹，你再教我嘛啊！这是真的？真的。不过还是想今天爹也累了，要不咱们明天再学吧。懒惰。哎，还是可不懒惰，要不还是背您进去好不好？好啊。哎呦，行不行啊？行。哎呀！白发人送黑发人，确实有些难受。宝光师说，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倒不如节哀顺变，化悲愤为力量，好好的对付方世玉跟吕四娘吧。都是你，要不是你出手，桃儿就不会死。你错了，其实真正害死你儿子的是他自己。要不是他拜吕四娘为师，吕四娘怎么会知道我们的计划呢？你的宝贝儿子又怎么会在万花楼出现？肯定不会。当然，吕四娘绝对是个帮凶。于明，你给我住口！你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今天我看在你有丧子之痛，不跟你计较。于明，温荣玉，
你的把柄全在我的手里。宝光这个身份先不说，就光是你儿子跟吕四娘的关系，就够个叛逆私通的罪名。你好好想一想，若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伊尔根他们，你说结果会怎么样？以为这就能够吓唬我吗？我保驾亮字，可是你沟通倭寇，就算再给你200次、2000次又怎么样呢？宝光师叔，我劝你还是好好的乖乖的听我的话，只有这样你的荣华富贵才能保得住，明白吗？你错了，还有另外的方法。哼，有吗？那就是杀了你！这根本就不是北少林的功夫，你到底是什么人？你的真正身份是什么？你慢慢的去猜吧。你跟宫本家二是一伙的，你是东瀛人，对不对？听着，仔细想想，不跟我合作，后果会怎么样？好好的办你儿子的丧事，迟些我再找你。总督的，现在你已经没有选择。哎呀，能坐起来就好了，没事了。这边东西很好吃，来吃点。我自己来，谢谢。哎，诗玉啊，昨天看你太累了，没来得及问，你武功这么高，怎么会受伤啊？哎呀，你这个乌鸦嘴！方大哥为人坦荡，又没有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他怎么知道有人会暗算他，是吧？那倒也是。诗玉，你是不是跟什么神秘事情扯上了？有人要害你啊？哎，方大哥，刚才我们出去买糕的时候，就有人在传说昨天夜里万花楼打的是昏天黑地，打的是兔爷爷不认识兔奶奶，乌龟不认识王八了，是不是啊？方大哥，是不是也把你卷进去了？还有啊，我昨天替你疗伤的时候，看到你背后有个什么图，怎么回事啊？是不是因此才遭人暗算的？别问。是不是跟你那图有什么关系啊？我说了别问。问。你身上那个图是藏宝图啊？是吗？你们要再问的话，我就请你们出去。人家是关心你嘛。不如说了，心里有个底，我就是想一直保护你嘛。你要不说，我们不赶紧走嘛？你们不走，我走。诗玉，哎呀，诗玉，诗玉，他身上那个图，一定是南少林的藏宝图。肯定是，要不他干嘛对我们那么凶啊？就是。师妹，我们走。四娘，客官，你干嘛把这些东西赔给我呀？够不够啊？够。多谢你了，方大侠。四娘，你听我说。你想说什么？
没事，我先走了。哎，四娘，你听我解释。你说的话我不想听。你跟着我干嘛？我没话跟你说。方大侠，你是否忘记了你说过的话？我不要你解释，我也不需要你的同情。没有你，我一样会活得很开心。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去面对。我喜欢你。你说所有的痛苦都不会再重复，拉着我的手，从此不会再孤独，让我知道你多么在乎。即使得不到更多祝福，却有我给你安抚。世玉，你到底有什么顾忌？难道是怕得罪乾隆？他曾扬言说抓不住你就要加罪云南少爷，但我后来想到，正如玄真大师所言，他断不会这样做，就是要报复，也只是针对我而已。当时我还没有想通，所以你终于想通了。因为我终于明白，你才是我这辈子最应该珍惜的人，我不能抛开你。我的幸福从那刻开始再也不会盲四娘，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愿意。那你会不会后悔从此和我一起亡命天涯？方大侠，好像我的情况比你更糟。不过如果有一天你一定要把我押到京城见乾隆，那该怎么办？不会的，绝不会有那一天。世事难料，万一真的发生了，你会如何？二位很有闲情逸致嘛？啊？果然是世事难料。石玉兄弟，你果然跟侵犯有勾结，让我逮了个正着。你没话说了吧？文大人，别忘了，我是奉皇上的命令捉拿吕四娘的，跟她在一起，理所当然。好，临危不惧，说谎话脸都不红，佩服。可是，谁说让你押吕四娘进京的？你看，这是什么？万岁爷的手谕。别看了，还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文大人，你我同是为皇上办差，而且我跟皇上的关系非同一般，难道温大人真的？好，师兄弟，我白你这个账。不过你我以前的恩恩怨怨，也从此一笔勾销。好，吕姑娘由你带走，但你要好好的照顾她。石玉兄弟，我老温够意思吧？啊，温大人的意思是说，方某还要多谢温大人了。哈哈哈哈！你要是真想谢的话，我老温倒是也不拒绝呀。不过有一件事情，方某倒是想请教温大人。哎呀，客气了不是？有什么话你就说嘛，啊！等下次再见到温大人的时候，不知道温大人会是什么样子啊？石玉兄弟，你觉得咱们还会见面吗？那温大人就耐心等待吧。世瑜告辞。你们大家都给我听着，记住这个人，若是他再返回泉州的话，格杀勿论。
师娘，你觉得你下半辈子待在这里如何呀？哼，你害死了我的儿子，我让你变成一个人质，一辈子待在这缸里，生不如死。你笑什么？我人都被你抓住了，还能怎么样呢？难道让我哭丧着脸等死吗？啊？你笑？等我给涛儿办完了丧事，我会慢慢给你招呼。知不知道人质是什么模样？张师爷，人质就是没有手没有脚，一团肉住在缸里，只把脑袋放在外边，想想，可怕不可怕呀？哎，不过你放心，我不会一次就砍下你的四肢，我先砍下了你一条胳膊，然后再找个好大夫给你疗伤，等你的伤好了，我再卸下你的一条腿，周而复始。我想也要1-2个月吧，你觉得怎么样啊？不错，主意倒是挺好的，就是不知道温大人，你能不能完成？什么意思？干嘛你急的？我不过是好奇想问问罢了。哼，等不及了你。是啊，我是有点等不及了。哼，好，你个吕四娘，到现在居然还跟我斗心眼儿。我要是不折磨死你，你不知道我温荣玉也有3只眼。我突然之间对你有点担心，你花这么多功夫对付我，怎么向乾隆交代呢？这个你放心，皇上要的是你，可不管你有没有手脚，也许我奏请圣上之后，皇上还会特意来看一看你变成人质的模样，好好的等着制造人质的过程吧。等等，我想去拜祭夏文涛。对不起，是姐姐师傅不好，姐姐师傅没有好好保护你，害得你这么早就走了。姐姐师傅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于四娘，你别猫哭耗子假慈悲了，你以为这样我就会放过你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了解你的儿子吗？什么意思？我常常在想，为什么温涛如此善良，却有一个如此不仁的爹？哼，对付你这样的人，我当然不仁。温大人，当时的情况你比谁都清楚，难道你做父亲的就没有一点责任吗？涛涛虽然出生在富贵之家，可他每天在干什么，每天想什么，你都知道吗？难道你知道？总比你清楚吧。我们每天一起做饭，一起练功。虽然我们相处的日子不多，但我真的觉得他心地善良，他是心里面有爱的人。可无奈，他内心那么孤独，这些你都知道吗？他有很多话想对你说，可是温大人你在哪儿呢？你每日想的不是搜刮民脂民膏，就是变着法的拍皇帝的马屁。你有没有真正的关心过他的想法？你以为天天宠着他就是关心他吗？他不要这些。
他要的是他爹给他的爱。你不要说！他内心孤独，却只可以和布娃娃诉说心事。如今他出了意外，你却迁怒于别人。温大人，你真的应该好好反省一下，你有没有尽到一个做爹的责任？难道你就一点愧疚都没有吗？你有没有愧对他的娘亲临终前的托付呢？你住嘴！回府。大人，吕四娘怎么办？当然押回牢房，这还要问？笨蛋！他是你的师傅，而且那么信任你，你应该从他身上下手。